无数个网眼牢牢锁住鱼儿的幸福，要是他们能再瘦一点，也许都会活着下来。不知道这样的场面能不能震撼到大家？你看收网的渔民只是拉了一手，数以亿计的小鱼儿就被拉了上来，而水下的渔网还有上百米，这每一个小小的网眼都是一条鱼儿的归宿，几乎每一个网眼里都钻进一条小鱼。小哥只是向上一提渔网，密密麻麻的鱼儿让他头皮发麻。坐在网边，甚至就有鱼儿直接跳上渔船。他按耐不住内心的冲动，带上潜水镜跳进海里。海里的一幕彻底将他惊呆了，成千上万的鱼儿粘在网上，形成了一道长达100米的鱼墙，扇动着尾巴，拼命的想钻出渔网。怪只怪昨天晚上多吃了几口，今天他们突然就长胖了一圈。而这些鱼儿也傻，明明看到同伴都粘住了，仍然飞鱼扑火，前仆后继。而这样的场景却乐坏了船上的渔民。看来这条小渔船今天要装满了。然而没有一条不自律的鱼儿是无辜的，就因为昨天的一顿饱饭，他们直接被围堵在这片浅滩里。如果想要徒手去抓，一抓就能抓一大把。你看这水潭不大，却被鱼儿塞得满满当当。这位老哥的做法显然不是很明智，用手抓的效率也太低了。还是这位大爷方法正确，只需要拉上一手，可比小哥抓上一天。看到这里，肯定有人要问，渔网的设计标准到底是什么？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标准，就是要抓住那些过年了还不减肥的鱼。他无意间闯进深海龙宫的老巢，里面全是巨型龙虾。用手电筒照进去一看，塞得满满当当，密密麻麻的巨物看得人头皮发麻。但这场景却是渔民最喜欢的，并立即对着海底龙宫进行了围猎。他首先对洞口看门的2只下手了，伸手直接一把就薅住了一头的胡须，但龙虾却退进了洞里，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它拖出洞口，却遭遇这头巨大的龙虾死命挣扎，差点挣脱。还好渔民反应快，2只手把它给提了起来。第一只到手后，转身就朝另一只抓了过去，一把就将巨物拧出了石缝。这一只至少也有大几斤，在国内市场大几千块肯定走不掉。拖上岸后，他还想挣扎着往海里跑，却被渔民一把按住。而此时海底还有好多龙虾排着队等着他们抓，这要是全部抓完的值多少钱呢？渔民也加快了收割速度，直接朝一头露在外面的下手了。而这一头却非常顽固，像拔萝卜一样拔了好几次，才艰难地将它拔出洞口。这又是一头大个子，少说也能值上1000块。这发财的速度真让人羡慕。把洞口的几只解决后，渔民开始向洞里的下手了。你看他趴在海底搞了好久，却只拔出2个胡须。然而转过头，同伴就有了收获，直接从洞口的另一端抓出一头。这头龙虾至少也有大几斤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另一头龙虾竟主动退出洞口，出现在海底的沙地里。它可能是这群深海龙虾的老大，竟然对着镜头想把渔民吓退。渔民也不着急抓它，把它一顿戏耍后，直接在一堆海草上把它给拧了起来。快看这只龙虾的成色，很显然是一只极品老货，就这品相上1000块又成功入账了。龙虾们见老大被抓，一只只的出现在洞口，竟想集体反扑，但帅不过3秒，第一只带头大哥就被渔民擒获了，但他却一个弹射直接弹进洞里，渔民只好钻进洞里，搞了好一会才将他拖出洞口。但这家伙个头太大，怎么都塞不进下袋里。来看看暂时的收获吧。20分钟的收获，小哥抱都抱不住。休息了一会，小哥继续潜入海底进行收割。这只龙虾藏在石崖上，小哥猛地就薅住了它的胡须，直接就拔出了洞口。动作行云流水，绝不拖泥带水，就这样简单，上1000块直接入账。再看这个石缝里，还有好多头等着他来抓。而抓这些藏在石头缝里的猎物，就稍微麻烦一点，需要钻进石缝里。但这并不影响收割，直接就从石缝里拖出一只。看到如此效率，不知道各位看官有什么想法？就在这时，一头巨物竟直接爬出海草，正好闯到渔民手边，被渔民一把摁在海草里，搞了好一会儿才将它拖出海草。这样的资源上哪儿找啊？好想跟着渔民去捕一次龙虾呀！再看这只，它可能是活得太久了，急着想跟渔民去人类世界看看，竟跟着渔民刨出的路线走了好久，最终被渔民牵住了胡须。接着他们加快了捕虾节奏，开启了疯狂的收割模式，一只一只的大家伙被他拖出洞口，每一只都是个顶哥的极品龙虾。就这样的捕虾效率，看得人眼馋的不要不要的。在连续上了好几条极品后，他们也非常疲惫了。而这深海龙宫里还有很多怎么办？只好上浮休息，下午接着干，这样也刚好有时间给观众来个赞。下午刚潜海就遇见这只深海巨虾，估计活了没100年也有几十年了。这种个头贼大的龙虾，他也是第一次见，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，终于鼓起勇气将手伸了过去，却下得手有些软。正是这一举动惊扰到了这只大家伙，直接就向石缝里退去。渔民再次鼓起勇气想将他拽出石缝，他却猛地挣扎，再次退进石缝，并牢牢地卡在了石缝里。渔民拽住他的2只大胡须，想要把他拔出来，尝试了几次都无功而返。而此时对方却越钻越深，用虾腿死死撑住身体，不让渔民得逞。
但渔民怎么会放过如此好的机会？拽住他的2根胡须，猛地就将他拔了出来。就问各位看官，大家看到过这么大的龙虾没？真担心他的一个甩尾把渔民给拍飞。而此时却发生了怪异的一幕，一条鲷鱼竟直接游了过来，好像在对渔民说：“放开我的朋友。”这是鲷鱼劈了腿，还是龙虾出了轨呢？渔民见他们的感情如此之好，不忍破坏这段跨种族的情感，竟直接把这只家伙放了回去。然而这个老巢里的龙虾就没有那样幸运了。你看，他一把就薅出了最大的一只，直接就拔出了洞口，然后迅速地塞进了虾袋里，动作一气呵成，绝不拖泥带水。而趴在崖壁上的这只龙虾，它绝对是一只逗逼。你看，他发现危险，一个转身，动作绝对酷炫，但接下来的表现却惊掉了我的下巴。渔民只是轻轻一刨，对方竟直接钻进了渔民的虾袋里。这个操作把一旁的渔民都搞笑了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。今天的龙虾挣大发了。不过接下来的渔民表示不服，太震撼了！几千米的渔网上挂满了小鱼，在海水里形成一道鱼墙。被网的小鱼实在太多太沉，甚至把浮标都拖下海水。这样壮观的景象把渔民都惊呆了，他们已经好久都没有这样的收获了。今天出海原本想捕些小鱼当鱼饵，哪成想遭遇鱼潮，水下密密麻麻的小鱼看得人头皮发麻。殊不知他们已经被渔网包围了，还疯狂地朝网上撞。几分钟功夫，几千米的渔网上就沾满了鱼饵，渔网承载不了成千上万条鱼儿的重量，直接把渔网拖下海底，白花花的铺满了整整一大片，直接拉网势必会鱼死网破。渔民们看到这场景也是犯难，只好潜入海底，一点一点的理顺。随着铺在海底的渔网慢慢解开，船上的2个壮汉也一点一点的往船上拉。你看，他就拉了一手，一大堆鱼儿就被拉上了渔船。这上千米的渔网要拉到猴年马月呀！而水下还有更多的鱼儿等着他们收。和船上拉鱼的壮汉比起来，在船下结网的同伴更加辛苦。他们要不停地憋气潜入海底，把沉重的渔网从珊瑚上取下来。只是取下小小的一段就能收获几十斤，当然有这样的收获，他们肯定不会觉得累。不知各位看官看到这里有什么想法？反正我觉得，如果每天有这样的收获，就算累死也值了。随着渔网往回收，渔船上的鱼儿也多了起来，甚至直接溢出了船沿。渔船实在装不下了，而海底还有一大段渔网没收上来怎么办？于是不得不摇人，叫来村里的同伴帮忙继续收网。很快2条渔船装满了鱼儿，他们满载而归，高兴地回到渔港，叫来全村的男女老少帮忙解鱼，一派繁忙而又和谐的景象。而这场解鱼大战从下午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，今天全村都有鱼吃了。而隔壁村的海哥表示不服，有此等好事为啥不叫上他？第二天一大早，海哥身挂网兜，正在海底急速狂奔，每一步都走得孔武有力。海哥要赶在天黑之前满足客户的订单需求。眼前这些小鱼似乎不在狙击的范围内，没过一会，同伴就有了发现，一只大乌贼正躲在泥沙中睡懒觉。于是海哥偷偷潜伏了过去，拿出命器直击乌贼的要害。为了防止到手的猎物逃跑，海哥急忙用双手将乌贼牢牢固定住，眼下再多的挣扎都是徒劳。看似不起眼的乌贼足足有2公斤重，轻轻松松就是几百元收入口袋。接着继续对海底展开搜寻，同伴在一处石缝中发现一只乌青大闸蟹。虽然螃蟹不在狩猎的订单列表中，但是带回家给老婆补补身体确实不错。只要老婆高兴后，啥都不是事。这时海哥那边也有了情况，发现一只超大的墨鱼趴在地面上，瞄准后瞬间将巨物一箭穿心。在海哥箭矢的攻击下，墨鱼已经无路可逃。同伴见状都对海哥竖起大拇指，预估这条巨型墨鱼有4公斤左右，绝对能卖上一个不错的价格。可是接下来的生物让海哥都触目惊心，在一隐蔽的洞穴里面发现一条海鳗。因为海鳗的颚部极为宽大，而且牙齿尖锐，攻击力极强，海哥可不想尝试被它亲一口的滋味。经过10多分钟的争斗，终于将凶猛的海鳗制服。海哥也兴奋地摆出了胜利的手势，毕竟也是他第一次捕获这么大的海鳗。由于海哥的老婆突然要临盘了，所以今天的捕鱼工作只能暂停。虽然这次海底收获还算不错，但还是没能达到今天定下的捕鱼数量。回去叫老表铁蛋立即召集人马继续开干。这可能是我见过最疯狂的捕鱼人了，肩膀上不仅扛着上百斤的沙袋，身后还拖着一副弥天大网。为了能拖动这副巨网，尽量让身体往前倾，每走出一步都要使尽全力。在上方成千上万的小鱼正在等待他们收割，仅靠一副网就能将这些鱼一网打尽。一大早，当地的渔民开船来到布置陷阱的地方，前方用竹竿和渔网布置的陷阱，正是他们获得渔获的地方。渔网围绕着竹竿形成一个巨大的围网陷阱。为了固定船只，将船上的绳索绑扎在陷阱的竹竿上，
随后他们戴好潜水眼镜，腰间还要绑上一根塑料导管。塑料导管不仅能为他们提供氧气，还能为他们在水里保驾护航。水深大约20米左右。为了能将陷阱里面的鱼一网打尽，他们会在围网陷阱入口处放下渔网，以免里面的鱼从陷阱口逃出。陷阱里面的诱饵正是用来引诱外面的鱼进来觅食。整个围网陷阱底部会用石头压住，有些鱼为了逃出陷阱，直接卡在网口中，很多小鱼直接被活活卡死。有些鱼刚被卡住没多久，但已经被渔网卡掉了一大块鱼肉。活着的鱼都会用导气软管串起来带上去，有些鱼已经发霉了，只能从网口中扔到陷阱外面。处理卡在围网上的死鱼后，渔民开始将陷阱内的巨大渔网解开，绑在下方的沙袋是他们用来固定渔网的工具。正是这包沙袋才能让渔民在海底行走自由。提着上百斤的沙袋缓慢地往前走，上方会有渔民对渔网进行疏导，防止渔网纠缠在一起。此时渔民直接扛起100斤重的沙袋向前走，为了能拖动后方的弥天大网，尽量让身体往前倾，每走出一步都要使出全力。有了这包100斤重的沙袋，才让渔民在海底里抵抗浮力，从而能行走自由。身上的软管为渔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氧气，同时也为渔民保驾护航。巨大的渔网被渔民拖着向前延伸，渔网会围绕着陷阱包围起来。正是这一副弥天大网将会把陷阱里面的鱼一网打尽。上方的渔网会有渔民进行疏导，渔民为了能让渔网在上方移动，只能通过固定的绳索向前拉。拖动渔网的过程中只能缓慢进行，在水中作业不仅危险，而且非常耗体力。渔网会沿着陷阱的周围缓慢缩小，他们会进行分工合作。绳索不仅用来拖动渔网，还能将渔网之间的缝隙进行衔接。在海底拖着弥天巨网向前走的渔民，可能是最辛苦的一个岗位，毕竟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力，但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。巨大的渔网围绕陷阱一圈后进行封口，密密麻麻的小鱼瞬间映入眼帘。陷阱里面的小鱼正是他们捕捉的对象，也是他们经济的来源。被困在里面的鱼儿毫无方向的到处乱窜，整张渔网不断的被渔民收紧，连底部也用渔网给封住了。里面的鱼儿成为瓮中之鳖。靠海吃海的渔民为了获得更多的渔获，想出了用围网陷阱进行捕鱼，一次出海就能收获几吨重的渔获。被渔网困住的鱼儿只能围绕着渔网转圈圈。从网底往上看，巨大的渔网足足有10几米高。摄像3炮为了记录这一场景，也进去了渔网陷阱内。为了能将整个渔网陷阱浮出水面，利用大胶桶的空气浮力作为动力，同时绑在网角下方的沙袋也要解下来。网底下方的沙袋一一解脱下来后，整个巨大的渔网通过大胶桶的浮力向着水面上升。从没试过自动上升的鱼儿被吓得不轻，直接向着网底逃窜。底部的鱼儿已经密不透风，只能再次掉头向上逃跑。想要在密室里逃脱已经不可能的事。巨大的渔网被密密麻麻的小鱼占满了空间，看这架势，至少也有几吨重，而这里的1吨就有1000千克。整个渔网通过浮力向着水面上升，渔网下方会有渔民进行检查，以免出现漏网之鱼。当渔网浮出水面后，船上的渔民会利用绳索将渔网拉到船上，利用网口将渔网收回船内。6位渔民不断地将渔网收窄，聚集在一起的小鱼开始显露出来。渔民直接拿着大抄网捞了起来，一抄网就有几十斤的渔获。这么大的抄网必须要2个人进行合作才能操控，里面的鱼大多数青鱼居多，每一抄网都是满满的一大网兜，还夹杂着一些生鱼。捞上来后，较大的生鱼都会挑选出来，每一筐捞上来的鱼都会倒入船舱内，里面的鱼好像捞不完一样，捞了100-200抄网后才开始鉴定。较大的鱼都会挑选出来，整个船舱被抓上来的鱼占满了整个空间，较大的鱼货都会进行分类，毕竟价格也不一样。大鱼基本上都是生鱼类，整个打捞的过程中，如同在海里捞金，每一抄网的鱼货都是他们经济的来源。打捞的过程中都会进行挑选，毕竟每一种鱼的价格都不一样。此时整个船舱也装满了鱼货，接下来其他鱼只能拿到另外一艘船里，经过1个多小时的打捞，最终才把所有的鱼全部打捞完。处理打捞上来的鱼后，就可以打开围网陷阱的网口，让外面的鱼进去觅食。此时他们就可以满载回家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